欢迎大伙来到音乐背后的故事。在1960年代初的英国，一个名为莫西之声的音乐运动正在利物浦蓬勃发展，而披头士乐队正是这场运动的先锋力量。今天要讲的是披头士的第一张专辑《Please Please Me》，就是那个让他们从利物浦小混混变成全球偶像的专辑。看看这帮人是怎么混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在这座港口城市的洞穴俱乐部度过了漫长的音乐学徒生涯，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进行着高强度的演出。这种看似单调的排练方式，却以一种独特而必要的方式磨砺了他们的音乐技艺与舞台表现力，为他们日后在录音室里展现出的即时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种严酷的现场磨练，使得他们的曲目列表达到了极度熟练的程度。录音的时候，马丁一喊开始，他们就能将他们的舞台表演直接转化为专辑录音，这就是基础。他们的音乐能力并非偶然，而是对现场演出的执着投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然后来了个叫爱泼斯坦的本地唱片店老板兼乐评人，算是个眼光不错的商人。爱泼斯坦在数月内成功地获得了乐队的信任，并成为他们的经理人，甚至通过谈判让他们提前1个月解除了在德国汉堡的演出合同。他给乐队找了机会，让他们去 MI 录音。1962年6月，乐队在 EMI 的艾比路录音室与乔治·马丁进行了首次录音。结果马丁一听当时的鼓手皮特·贝斯特那破鼓点，直接就说了不行，换人。乐队也真敢换，立马换了，聘请了当时在罗里斯托姆与飓风乐队的鼓手林格斯塔尔，从而最终确立了乐队的经典阵容。这就是决断，不是那种瞻前顾后的犹豫不决。在专辑问世之前，披头士乐队已经凭借2首单曲在英国市场出场成功。他们的首支单曲《Love Me Do》在 Record Retailer 排行榜上最高攀升至第17位。但真正引爆的是《Please Please Me》这歌。一开始列侬还想搞成慢悠悠的民谣，多愁善感的，结果呢，马丁一听太他妈无聊了，并果断建议乐队加快节奏，将其改造为一首更具活力的快节奏歌曲。就这么简单粗暴的一改，成了一个改变乐队命运的决定。马丁在录音结束后准确地预言道：“你们刚刚创作出了第一支冠军单曲。”这首单曲最终在除 Record Retailer 之外的所有英国排行榜上均荣登榜首。
使其成为乐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冠军单曲，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为即将到来的披头士狂热 Beatlemania 奠定了基础。看到了吗？有时候最简单的改变就能带来最大的效果，抓住本质，大胆取舍，别什么都想要，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乔治·马丁的角色远不止一个被动的制作人，他以一种合作者和创意催化剂的身份，通过关键性的建议，比如更换鼓手，并戏剧性地改变单曲的编曲风格，积极地塑造了乐队早期的声音和发展轨迹。他敏锐地洞察了这支乐队的核心优势，即他们源于现场演出的原始活力和快节奏能量，并确保了这种力量能够在录音作品中得到最完美的呈现。他看准了这群小子身上那股子劲，现场演出的原始活力，然后想办法把它固定下来变成录音。这叫什么？这叫洞察力，这叫执行力。接下来是重头戏。这张专辑是怎么录的？一天，对，你没听错，一天从早上10点干到晚上10点多，中间就吃了2顿饭。他们最终在不到13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了专辑中14首歌曲中的10首。就为了抓住当时那股火爆的势头，马丁的想法是直接录。他将这次录音定义为更像是一次直播，是对他们舞台曲目的直接再现。1963年2月11日，披头士乐队在伦敦艾比路录音室的2号录音室展开了这场史诗般的录音马拉松。这次录音的成本极低，总计约400英镑，而每位乐队成员每次录音仅获得了7.50英镑的报酬。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有才华，有冲劲，不需要砸多少钱。真正的才华往往能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迸发出来。13个小时，他们不仅坚持下来了，还录完了10首歌。这效率，这状态，这背后是无数次的排练和对音乐的热爱，不是随便拉几个人就能凑数的。上午1首，下午好几首，晚上又来几首。这排期，这密度，这强度，你们以为这是随便玩玩？这是在跟时间赛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创造价值。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重点来了，那天录音的最后一张专辑曲目《Twist and Shout》成为一个传奇故事。Twist and Shout 这歌怎么来的？在长达10几个小时的录音后，列侬嗓子都快哑了，像砂纸一样，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唱了。为什么？因为马丁知道这首歌需要这种嘶吼的感觉，所以故意留到最后，让它发挥到极致。结果呢，在仅有的一次机会中，列侬竭尽全力完成了那段被认为是摇滚史上最伟大的主唱表演之一的录音。这就是所谓的不完美中的伟大。他完美地捕捉了现场表演的原始、未经雕琢的能量，将一种物理上的限制转化为一种极具表现力的艺术特色。有时候限制反而能激发最大的潜能。是不是总追求完美，害怕犯错，结果反而一事无成？看看人家敢于在不完美的状态下展现真实的力量。有时候最动人的东西恰恰来自于这种不完美。再看看这张专辑的构成，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宣言。14首歌，8首是列侬和麦卡特尼的原创，6首翻唱。这种原创与翻唱的平衡，在当时流行乐坛主要依赖职业词曲作者的背景下，是一种极具前瞻性的做法。在当时，大部分流行乐队都是抄别人的歌，披头士乐队从一开始就采用了一种自给自足的方式，他们自己创作歌词、编排器乐背景，并设计人声编曲。这张专辑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即乐队作为一个能够独立创作并演奏自身热门作品的完整创意单元。这思路多超前多牛，这一概念后来被滚石杂志誉为披头士乐队发明了自给自足的摇滚乐队这一理念，这才是关键。Please Please Me 的音乐风格可以被视为披头士乐队早期声音的百科全书，它根植于默西之声，却汲取了广泛的音乐灵感。这专辑里你能听到各种声音，美国阿比灵魂乐、50年代摇滚，他们不是只会模仿，
而是把这些元素融会贯通，变成了自己的东西。这在他们对亚瑟·亚历山大的《Anna Go to Him》以及 Cookies 的《Chains》等黑人音乐作品的翻唱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这些翻唱曲目绝非简单的模仿，而是被注入了乐队独特的活力与和声。还有原创像《I Saw Her Standing There》，是保罗·麦卡特尼典型的快节奏摇滚乐杰作，而《Ask Me Why》则以其爵士和弦和精妙的结构，展示了他们对更复杂歌曲创作手法的驾驭能力。这表明他们不仅是创作者，也是勤奋的学习者，不断从他们喜爱的音乐中汲取养分，显示了他们俩不同的创作才华。马丁的制作也很关键，他通过精心的编排，将乐队的现场能量成功地转化为具有结构感的录音作品，但又没弄得太花哨，保留了那种原始的感觉。这叫什么？这叫功力。下面重点介绍一下专辑中的几首歌。I Saw Her Standing There 是披头士乐队1963年首张专辑 Please Please Me 里的开场曲，超级经典的摇滚小品。这歌是保罗·麦卡特尼写的，约翰·列侬也帮忙改了改。当时他们刚出道，就在录音室里一气呵成，带了点现场演出的感觉。音乐上，开头呢 1 2 3 4的喊声是保罗的标志，吉他 riff 简单却抓耳，节奏快而欢快，融合了摇滚和 R&B 味，听起来活力四射。发行后直接成了他们的成名作，英国单曲榜上冲到第一，奠定了披头士的 Beatlemania 基础。到现在，这歌还是派对必备，弹着原版和弦谁都会哼两句。I Saw Her Standing There 的歌词超级直白，青春洋溢，典型的披头士早期风格。讲的是保罗在舞会上第一眼看到一个17岁女孩，长得美极了，跳起舞来让他心跳加速。两人就这么玩到天亮，纯纯的青春恋爱故事。朗朗上口的副歌 She Didn't See Me I Wouldn't See Her 超级洗脑，全歌就2段 verse 加一个反复的 chorus， 节奏感强，朗朗上口，像在讲八卦一样接地气。开头第一段 Well, she was just 17.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the way she looked was way beyond compare. 这里保罗直接点出女孩才17岁，Just 17成了经典 hook， 暗示她美得让人窒息，超出所有标准。他从人群中一眼锁定她 So how could I dance with another？ 心想别人谁都不行，就她了。这部分带点调侃的俏皮。保罗后来回忆说，灵感来自他妹妹的17岁朋友纯纯的少年心动。然后 chorus 撒出来了 Oh, and when I saw her standing there, maybe I'm gonna dance with her tonight。 副歌简单重复，强调那 standing there 的瞬间冲击，像慢镜头回放，充满期待和兴奋。接着 She danced with me, and I would dance with her to music sweet and low。 两人跳起舞来，音乐温柔缠绵，氛围浪漫到爆。第二段升级了 Well, she looked at me, and I could see that before too long I'd be kissing her。 眼神对视后，保罗脑补亲吻场景，进展神速。And then we're doing the basement hop， 跳到地下室的 hop 舞。Basement hop 是当时英国舞厅的流行舞步，带点地下派对的狂野，暗示他们玩嗨了，不止跳舞那么简单。And then my hand took her hand。Oh, we danced through the night， 手牵手跳通宵，纯情又带点暧昧。结尾回归 chorus， 强化高潮。整体歌词没啥深奥隐喻，就直击青春荷尔蒙，从视觉吸引到肢体接触，再到通宵狂欢，结构像爱情速成指南。保罗的视角第一人称，口语化超强，比如 You know what I mean， 像在跟你眨眼聊天，配上快节奏摇滚，唱出来就是派对能量弹。约翰列侬后来改了改歌词，但核心是保罗的少女梦，成了披头士可爱男孩形象的代表作。到现在听，还是让人想拉人去蹦迪。Please Please Me 就是披头士1963年首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
也是他们的第2支单曲，直接冲上英国榜首，帮他们从利物浦小乐队变身全国偶像。这歌是约翰列侬主导写的，保罗也搭了把手。录制时他们超拼，带了 Roy Orbison 和翻唱的 R.B. 进，口琴开头一响就嗨起来。歌词超直球求爱，约翰主唱那急切的语气像个急色鬼。Last night, I said these words to my girl. I know you never even try. Girl, 昨晚我对女孩说这些话，我知道你从来不努力。女孩，她不回应，让她抓狂。Come on, come on, please please me. 来吧，来吧，请取悦我。副歌重复 Please please me, like I please you， 超级洗脑，暗示互宠的浪漫，不过听起来有点痴汉味。整首讲男孩被冷落的痛苦，求女孩回应爱意，纯60年代少年荷尔蒙，简单却抓心。音乐上快节奏摇滚，约翰的嗓音带点鼻音和急促，保罗和声紧跟，吉他和鼓点稳稳推情绪，中段 solo 简洁有力。录音那天，他们一天录了专辑大半。这首成品活力四射，口琴加和声是早期标志。发行后粉丝疯了 ，Beatlemania 就此起飞。现在听还是 KTV 必点，唱着唱着就想摇摆。说起 Please Please Me 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那可是一段披头士从地下小乐队变身超级巨星的转折故事。这歌主要是约翰列侬一个人写的，保罗麦卡特尼后来帮忙润色。发生在1962年，大概是6月到9月间。那时候他们刚签了 MI 的唱片合同，但首单 Love Me Do 只爬到英国榜17位，急需一首大热单曲来翻身。约翰回忆说，他是在利物浦 Manlove Avenue 的姨妈家卧室里写的，床上铺着粉红色的鸭绒被，超级少女心细节。那天他一边听 Roy Orbison 的 Only the Lonely， 一边脑补那种戏剧性的慢摇滚风格。本来这歌是想模仿 Orbison 的 bluesy 调调，慢吞吞的，像个忧郁的求爱 blues， 讲男孩抱怨女孩不回应他的爱意。Please please me, like I please you。这句双重 please 其实灵感来自1932年 Bing Crosby 的 Please， 那里有句 Oh please, lend your little ear to my please。约翰觉得这词玩得巧妙，还带点暧昧的双关。后来保罗说，他们当时就觉得这能暗示点亲热的事。约翰想写首商业味重的歌，因为马丁觉得他们之前的原创太怪，不适合单曲。写完初稿后，约翰和保罗在保罗的 Fourth Lane Road 家里继续搞定和声和结构。那天有俩粉丝女孩 Lindiness 和 Lustin 在场。他们回忆说，俩人坐在钢琴边，边弹边改，中间还开玩笑，女孩们在下面打盹。最初版本慢而拖沓，带点 Everly Brothers 的 Wedge Harmony 感觉，保罗高音稳住，约翰降调。灵感从 Cathy's Clown 来，乐队觉得这能上 Hit Parade， 但第一次带给制作人马丁听时，马丁说太沉闷，建议加速节奏，简化安排，加个明确的开头和结尾。披头士当时有点尴尬，因为他们自己没想过这招，他们甚至都没听过节奏这个词，但一试果然燃爆，录音过程也曲折。9月4日，他们先排练了慢版。林哥刚加入没多久，敲着奇怪的组合，脚踩 bass drum， 手里摇 maraca 和 tambourine， 看起来超搞笑。9月11日重录快版，用了临时鼓手 Andy White， 马丁还是不放心林哥，林哥只能敲 tambourine。这版后来放进 Anthology One， 没口琴，感觉疲惫。马丁一度想用别人写的 How Do You Do It 当单曲，但披头士坚持原创。他们在汉堡巡演时继续打磨，练得飞起，加了约翰的口琴 riff 和 Love Me Do 类似，保持一致。最终版在1962年11月26日录成，林哥正式上鼓，约翰弹节奏吉他、吹口琴，保罗和乔治·哈里森和声。马丁在控制室喊：“你们刚录了首第1名单曲。”单曲1963年1月11日英国发行。B 面是 Ask Me Why， 推广上运气爆棚。爱泼斯坦找了新出版商 Dick James， 他直接打电话给 TV 节目 Thank You Lucky Stars 的制作人 Philip Jones， 放歌厅，帮他们抢到1月19日的全国直播。
那天英国大暴雪，大家都窝在家看电视，披头士一唱，粉丝尖叫冲上台，全国轰动。这歌直接冲上英国大部分榜单第一，启动了 Beatlemania。美国的 VJ 先发，起初凉凉，但后来随着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热起来，重发后爬到 Billboard 第3。总之，这首歌从约翰的卧室小梦，到马丁的节奏魔法，再到暴雪加持，成了披头士的突破口，奠定他们早期可爱男孩形象。现在听，还是那股青春冲劲。再说一下专辑里的一首翻唱歌曲《Anna Go to Him》，披头士拿了美国黑人歌手 Arthur Alexander 的原创，他们当时超爱这种 R&B 和乡村灵魂味，翻唱它就是为了致敬偶像，顺便学学美国音乐的摇摆劲。为什么选这首？1962年乐队在汉堡的 Star Club 巡演时，约翰列侬就迷上了 Alexander 的歌，觉得他的嗓音带点哭腔的感情超戳心。他们巡演时常翻唱他的 Twist and Shout 和 You Better Move On。Anna 就是其中一首。制作人马丁也鼓励他们多翻美国黑人音乐，丰富专辑。毕竟披头士早期原创少，这歌放进去能加点深度，还能练和声。录制那天，约翰主唱到尾声带了披头士的利物浦口音和狂热能量，乐队的特色超明显。约翰主唱那撕心裂肺的感情，像在为失恋的安娜痛哭。Anna, you come and ask me girl, to set you free， 比原版感情更强烈，更戏剧化。他后来在录音时嗓子都快哑了，专辑里多首歌都这样，听起来像现场吼叫，超级感染力。保罗和乔治的和声层层叠加，带 Everly Brothers 式的甜蜜对比，吉他 riff 简单却紧凑。林哥的鼓点稳稳推节奏，整个翻唱保留了原作的慢摇滚灵魂，但加了披头士的青春躁动和英国味。原版 Alexander 唱得更沧桑乡村，而他们版更像派对里心碎告白。粉丝爱他那真挚的痛感，现在听还是早期披头士学艺最好的样本，证明他们不光可爱，还会深情。专辑里的 Love Me Do 这首歌，这可是披头士的第1支单曲，1962年10月发行的，算是他们正式出道的起点。歌本身很简单，带点青春的甜蜜和直接，讲的就是年轻小伙对心上人的表白，求他爱我吧。旋律朗朗上口，口琴特别抓耳，那是约翰列侬吹的，灵感来自美国蓝调和 R&B。这首歌是保罗写的，列侬也有贡献。歌词超级直白，没啥复杂的花样，就是那种青涩的恋爱感。录制的时候乐队还挺菜的，马丁甚至对鼓手林哥不太放心，最后用了个替补鼓手 Andy White 录了单曲版。不过林哥的版本也在专辑里感觉更原汁原味。Love Me Do 在英国排行榜上最高爬到17位，算不上大爆，但绝对是披头士传奇的起点。它简单诚恳，带着60年代初那种纯真的摇滚味。这首歌作为开场曲之一，完美展现了披头士早期的活力和魅力。Love me do, oh, love me do, yeah, love me do, oh, love me do. 最后说说这首 Twist and Shout 吧，它是这张专辑录音的最后一首歌，仿佛是乐队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为这张出道专辑画上了一个热血沸腾的句号。
这首歌简直是经典中的经典，绝对是披头士早期的一颗炸弹，活力四射，嗨到爆。首先要说，它不是披头士自己写的歌，它是一首翻唱曲，原唱是 The Top Notes， 但是让这首歌真正火起来的是 The Isley Brothers 的版本，披头士就是受了他们的启发才翻唱的。这首歌最牛的地方就是它超级有力量，超级摇滚，主唱是约翰列侬，听他那沙哑撕裂的嗓音简直是吼出来的，非常有爆发力，特别有那种狂野的摇滚 feel， 一听就让人跟着嗨起来。歌词简单，就是叫你扭起来喊出来，带动气氛一流。这歌就是个派对神器。开始说过了，这张专辑的录制是在1天内完成的，非常赶。当时制作人乔治·马丁把这首 Twist and Shout 留到了最后才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首歌对列侬的嗓子伤害很大，简直是撕裂喉咙的那种唱法。列侬当时还感冒了，据说是一边含着润喉片一边录的。第二天早上，录音师带着磁带走遍了录音棚里所有的录音室，对着所有人说：“你们觉得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们当时只录了1-2个版本，录完列侬的嗓子就彻底废了，没法再唱了。不过最终收录到专辑里的那个版本，就是头一个版本他那种粗粝生猛的嗓音，反而成了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和魅力，充满了原始的摇滚激情。这首歌在美国发行单曲后还冲到了排行榜的第2名，超级火爆。可以说这首歌完美地展现了披头士早期在俱乐部演出的那种现场活力，是他们第一张专辑里最燃的一首歌。现场演出这首歌的时候，粉丝基本都疯了，尖叫声能把屋顶掀翻。他在 Please Please Me 里是收尾曲，完美展现了披头士早期的青春和能量。听着歌你就想跟着扭跟着喊，感觉整个人都燃起来了。每次听都会感觉自己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那个热血沸腾的摇滚现场。这张标志性的封面设计怎么来的？也是机缘巧合。乔治·马丁最初设想了一个奇特的创意，让乐队在伦敦动物园的昆虫馆前合影。他甚至为这个未被采纳的专辑名 Off the Beatle Track 设想了配套的封面。但幸运的是，动物学会礼貌地拒绝了这一请求。另一个被放弃的方案是在艾比路录音室的台阶上拍摄，后来也没用。最后请了个摄影师麦克比恩，他当时走进位于伦敦曼彻斯特广场20号的 EMI 总部大楼，在看到楼梯间时灵光一现，他让乐队成员从1楼的阳台栏杆上探出身子，而他自己则平躺在地板上进行拍摄。尽管这次拍摄被形容为仓促完成，但最终的成品，4位年轻的乐队成员从高处俯瞰，眼神充满好奇与自信，成为流行音乐史上最经典的形象之一。这个栏杆直到1995年 EMI 搬迁时才被拆下并带走，成为了一件历史文物。这说明什么？有时候最伟大的创意往往来自于最简单的观察和最果断的行动。更有意思的是，10几年后，当时已蓄起长发、世故老练的乐队成员在列侬的提议下重返同一地点，让麦克比恩再次为他们拍摄了同样角度的照片。这张照片原本打算用于他们未发行的 Get Back 专辑，最终却出现在了精选集，俗称蓝专辑的封面上。这种首尾呼应的构图不仅是对他们初次登场时刻的致敬，也象征着他们对自己所创造的传奇的深刻自省，是对他们起点的一种回顾和肯定。成长不仅仅是向前冲，也要懂得回顾和沉淀，不然你永远只是一个新手。 Please Please Me 在商业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1963年3月22日，该专辑在英国正式发行，它迅速登顶英国专辑排行榜，并在榜首位置连续停留了长达30周。30周，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一成就对于一张流行音乐专辑而言是前所未有的。要知道，在当时，英国专辑榜单通常被电影原声带和轻松音乐歌手所占据着。
这张专辑直接证明了流行音乐专辑也能卖得好，也能成为主流。更具标志性的是，当 Please Please Me 最终从榜首位置退下时，取代它的不是别人，正是披头士乐队自己的第2张专辑 With the Beatles。 这说明什么？这种自己打败自己的现象在音乐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完美地展示了乐队在当时英国流行文化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这张专辑的成功不仅限于榜单，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音乐市场的格局。在此之前，流行音乐的主要消费形式是单曲，而价格更高的黑胶唱片则主要面向古典乐和爵士乐听众。然而 Please Please Me 的巨大成功证明了流行音乐黑胶唱片的商业可行性，为专辑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并使得专辑本身从单纯的歌曲集合转变为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完整作品。专辑的精美包装，包括引人注目的封面照片和内页注释，为歌迷提供了超越单曲的额外价值。这在当时是一种创新的市场策略。看看这些数据，英国榜首30周，全球销量几百万张，各种榜单排名都很靠前。这不仅仅是数字，这是实打实的影响力。滚石杂志都把它排在前40名。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张专辑的质量和历史地位得到了广泛认可，评论界也是一致好评。在1963年3月30日出版的《Record Mirror》中，诺曼·乔普林对这张专辑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对于一张首张专辑而言是出奇的。好，在数十年后，评论界对他的评价依然经久不衰。资深编辑斯蒂芬·托马斯·厄尔温表示，尽管发行已久，这张专辑听起来依然充满新鲜感，说明这张专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张专辑的遗产意义深远，它不仅仅是一张唱片，更是英伦入侵的开端，是流行音乐作为艺术形式的起点。它向美国市场展示了英国流行音乐的巨大潜力，为滚石乐队、奇想乐队和动物乐队等其他英国乐队进入美国铺平了道路。这张专辑的成功也标志着流行音乐作为一种严肃艺术形式的开始。正如滚石杂志的评论所指出的， Please Please Me 为披头士乐队日后的一切创作提供了蓝图。它不仅证明了乐队的才华，也预示着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音乐革命即将到来。连 BBC 都专门做了披头士乐队的重制经典节目纪念它。这已经不是一张普通的专辑了，它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时代的象征。总结一下，这张 Please Please Me 不仅仅是披头士乐队的一张成功首专，它是一系列完美巧合与天才决断的结晶，是乐队从地方小有名气到国家现象级巨星的转折点。它诞生于严酷的现场磨练，在一位富有远见的制作人指导下，以一次破纪录的录音奇迹将乐队的原始能量完美封存。这张专辑以其原创与翻唱的平衡，宣告了一种全新的艺术理念，即乐队可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创作实体，挑战了当时音乐产业的固有模式。从商业角度来看， Please Please Me 的巨大成功彻底颠覆了唱片市场，将专辑这一格式推向了流行音乐的主流舞台，并为接下来的英伦入侵浪潮吹响了号角。它在英国排行榜上的长期统治，以及后来被乐队自己取代的独特现象，都成为了其强大影响力的最佳注脚。总之， Please Please Me 是一部承前启后的作品，它既是披头士乐队早期音乐的忠实写照，也是他们未来辉煌的宏伟蓝图。它是一段历史的终结，也是一个时代的开端，其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在流行音乐的每个角落回响。